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可乐财经，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我认为游戏或家庭娱乐领域中最强的股票。就连 ARK Invest 的 Catherine Wood 也已经大量买入这家公司。我推荐的这家公司，肯定多数人都听过或接触过他们的产品，那就是电子游戏业三巨头之一的任天堂 Nintendo。 游戏已经成为大部分人中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从手游、桌游到现在最具有互动性、最火，能让一家大小一起玩的 Nintendo Switch。 游戏行业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我预测仍有上升的趋势。那在我们开始之前，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按钮，然后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交易策略了。首先我们来看看公司的简介。任天堂以创造独特的娱乐方式为基本方针，以为所有和任天堂产生联系的人们带来笑容，为企业社会负责任。他们发行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产品，比如说马里奥 Mario、宝可梦 Pokémon、塞尔达传说 Zelda， 还有前段日子特别火的动物森友会 Animal Crossing 等知名游戏系列。除此之外，他们也是一家软硬兼施的公司，他们推出了多种家用以及掌上游戏机，有 Wii、Nintendo Switch 等家用游戏机，以及 Game Boy、NDS、3DS 等掌上游戏机。在2017年3月3日，任天堂第7代家用游戏机 Nintendo Switch 正式发售，以家用和掌上游戏机融合为一体的主要特点。截至2019年12月末，硬件销售达到了5248万台，软件销量达到 3.1 亿份。可以说 Switch 是推动任天堂股票的主力之一。然后我们看看任天堂在11月5日所发布的第二季度财报。第二季度的 Switch 销量实际上超过了第一季度，常规 Switch 型号和 Switch Lite 的销量总为686万台。第二季度的运营收入为1466亿日元，远高于预期。目前任天堂的运营收入已经达到了3800亿日元，我认为全年的运营收入可以轻易的达到5000亿日元的水平，超出市场的预期。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任天堂的股价在亮眼的财报后并没有大涨呢？财报之后，任天堂的股价一直在回调中，这可能是因为任天堂公司给出的指引是相对保守的。但是我认为股票在整合的同时，可能是向上冲刺的表现。5000亿日元的营业收入意味着利润率轻松的超过 30%， 甚至比市场上投资者们都喜欢的索尼在其游戏业务中看到更好的收入质量和收益。索尼最新季度的营业收入大约为4600亿日元，而索尼的利润率只有 15%， 这很明显表现出哪一家公司拥有更高的利润质量。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主要有4个推动任天堂股价的因素。第一，他们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我相信他们的 IP 是除了迪士尼以外最强的公司。相信你小时候肯定看过或者听过宝可梦 Pokémon， 去日本旅行的肯定看过真人版的 Mario Kart 赛车，还有这期间特别火的动物森友会 Animal Crossing， 以及在家运动的游戏 Ring Fit Adventure。 第二，任天堂所涉足的国家或者地域非常广泛。从这张图表可以看见，超过 75% 的销售是来自日本以外的国家，欧洲与美洲的销售正在实现增长，而这2个地区正好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相信这个趋势至少蔓延到明年的夏天，有助于任天堂销售额的增长，这也会帮助任天堂分散依赖于同一个国家经济情况的风险。第三，随着圣诞假日季节的来临，
很有可能任天堂在接下来几个月中销售量将会大大增加。我预计 Ring Fit、Super Mario 和 Zelda 等广泛的游戏阵容将巩固任天堂在10月至12月的年终季节表现。从 Google Trends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 IP 在这一年来趋势的表现。这家公司的热度除了在3月特别高以外，并没有明显下降的痕迹，甚至我们可以看到11月开始，可能由于圣诞假日的来临，有着上升的趋势。第四， Switch 供应增加可以带动软体的销售。还记得3、4月的时候 Switch 曾经都卖断货，随着供应增加，我预计 Switch 的销售额将同比增长。虽然索尼最近推出了 PS5， 不过我相信他们的目标客户群是不一样的。要记得，任天堂是一家软硬兼施的公司，所以在游戏机上获得利润，软件销售也会跟着增长，就和苹果公司、小鹏汽车同一个道理。所以游戏机硬体的增长肯定会带领着软体销售的增长。Nintendo Switch 在欧洲的口号是 Play Anywhere, Anytime with Anyone， 随时随地的与任何人一起玩。而 Nintendo Switch Online 就是与别的游戏玩家连线的服务。现在这个情况正好会推动这个板块的发展。从这个图表我们也可以看见，软体板块仍然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第五，如果你不相信老林的眼光， ARK 基金的 Catherine Wood 女股神木头姐也已经在11月大量的买入 Nintendo 这家公司的股票。根据这个网站，我们可以看到11月以来 ARKK 和 ARKW 已经买入了价值7500万美元的任天堂股票，现在已经拥有1亿8000万美元的任天堂。从这个网站上所看到的，任天堂的股价已经比11月2号来得更低，所以如果你要比女股神买的更便宜的股价，就趁现在了。综合以上5个因素，拥有强大的知识产权，涉足广泛的国家，圣诞假日增加销售额的商机， Switch 硬体供应增加，带动着软体销售的增加，以及 ARK 基金已经大量买入，任天堂的股价还有着非常大的增长空间。我个人认为大约有着 30% 的上升空间。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任天堂所面对的风险。第一，游戏机的销售趋势可能比预期更差。第二，任天堂可能会推出比预期更少的热门游戏 IP。第三，由于比较多的海外业务，外汇市场的波动可能导致以日元计算的任天堂收益有所下降。第四，任天堂公司过于依赖 Switch 的增长以及一些主要的 IP， 所以有着收入不够多元化的风险。话虽如此，当公司产品热销时，这家公司所采用的策略仍然受到市场投资者们的青睐，因此股票很容易表现良好。目前 Switch 的动物森友会以及超级马里奥系列正在有着热销的趋势，我认为这些产品将会大大的吸引着市场投资者们的目光，以及得到他们的认可。那让我们总结一下任天堂这家公司的股票操作。任天堂离52星期最高点回调了 10%。 虽然说索尼有着更广泛的业务，索尼和任天堂这两家公司股价有着非常大的关联性。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到，索尼已经受到 PS5 利好的消息而开始偏离任天堂的股价。我相信任天堂将来将会有机会跟上索尼的股价。那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我所给出任天堂的目标价格以及我建议的买入价格。任天堂股票代码 NTDOY 目前的价格为 66.16 美元，我给出的目标价格将会是85美元，回报率大约为 30%， 而我建议的买入价格在60与66之间，也就是现在。我认为
任天堂是一家创意、行销、IP 都非常好的公司。趁着现在股价回调以及圣诞销售来临之前，我建议大家可以大胆的买入这一家公司。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一集见，拜。